随你便吧，爱怎么叫怎么叫，真是比驴还蠢。不知道你是如何当上神医的，连本尊的名字都记不住。小野猫，你打算如何帮本尊治病啊？敢问青虫大人，您现在有什么症状？以前中过什么毒？平时又有什么表现？之前我问您的时候，您遮遮掩掩，并未告知我实情。如今我既已决定帮您治病，还请您知无不言，不要保留，否则我只能遗憾地放弃您这个病人了。大胆，竟敢亵渎尊上大名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他自己告诉我他叫青虫的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，动不动就要死要活，喊打喊杀的威胁，这样做和江湖上杀人放火的强盗有什么两样？有病就要治，吞吞吐吐藏藏掖掖的，还如何治病？抱歉，这病我治不了，你们爱谁谁吧。楚长欢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付了定金，你不能走的。哼，定金还给你们就是，不就是40万两银子吗？本小姐还不稀罕。霓裳，向小野猫道歉。楚神医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鲁莽了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留下来为主人治病。关于主人的病情，我们其实也有难言之隐，不过……小野猫，乖了，不要生气了，回来为本尊治病吧。本尊头痛的受不了，你再不为本尊治病，就快见不到本尊了。青虫大人，请说吧，越详细越好，否则大罗神仙也没法为您治病。主人年幼时曾中过一种名为百媚的蛊毒，此后每月15日子夜之时，蛊毒都会发作一次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在蛊毒作用下，主人都会生不如死，如同凌迟般痛苦，其身体也会变回少年时的模样。待蛊毒发作完毕，主人方能恢复如常。还请楚神医想想办法，看能否帮主人根治此毒。青虫大人发作前后都会头痛，可见那蛊毒一直寄生在头部。可我记得他身体也会痛，难道那蛊毒会全身游走不成？若是蛰伏在一处还好办些，倘若全身游走可就难办了。小野猫，可有办法帮本尊清除蛊毒？本尊日日受那蛊毒之苦，生不如死。青虫大人，你是说每到月圆之夜，蛊毒便会躁动发作？难道月圆之夜乃是蛊毒繁殖期？若是如此，确实有些难办啊。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帮你驱除蛊毒，不过这世上万物相生相克，只要找到该蛊的相克之物，我便能帮你将蛊毒给驱出来。我先失身帮您将蛊毒压制住，待我回去找到相克之物，再想办法帮您根治。小野猫，就按你说的办法办。若能帮本尊治好，本尊定当重谢。重谢倒是不必，只需将余下的银钱结清，不要对我喊打喊杀，威胁性命即可。青虫大人，你去床上躺下，我现在为你施针。独孤青川静静地躺在床上，长欢的银针才施了一半，独孤青川原本抽痛的头部竟神奇地缓解了下来。青虫大人，您感觉如何？若是难受便告诉我一声。本尊的头痛似乎缓解了一些。长欢将手中的银针扎完。青虫大人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痛的话你就说一声。痛倒是不痛，本尊感到头部酸酸胀胀的，仿佛有一股热流四处奔走。原本昏沉抽痛的感觉现在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轻松而清明的感觉。小野猫，没想到扎针效果如此神奇，你真是令本尊刮目相看啊。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我帮你疏通了经脉，疼痛感的自然减轻。你先休息片刻，待会儿我再帮你取掉银针。好的，辛苦你了，小野猫。长欢手脚麻利地帮独孤青川拔去头上的银针。青虫大人，您现在感觉如何？说有不适一定要告诉我。
本尊的头真不痛了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。今日的治疗已圆满结束，明日上午我再过来帮您扎针。您记得要好好休息。马车很快到达楚府的大门口。听闻楚将军府嫡女楚长欢原本只长愚钝，陪葬业却死而复生，性情大变。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原来是被邪物入侵了。就是傻子变天才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原来此长欢也非彼长欢，早就换了心思。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你们走后门，门口来了这个臭道士，说是受楚家夫人所托前来为小姐驱邪的，还说什么小姐您被邪祟所侵，特意请了道士前来为您做法。小姐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于墨、苏珏，麻烦你们将他撵走，若是赖着不走，便送官吧。年轻道士见长欢终于回来了，急忙抓起一把香灰向长欢兜头洒来。臭道士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个神经病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过来装神弄鬼的？赶紧滚，否则本小姐杀了你喂狗。道士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们可要曝光了啊！楚小姐，孙夫人委托在下前来为您驱邪，受人所托，众人之事。如今我已做完道法，今夜子时邪祟便能离体，在下告辞了。道士说完便捡了东西迅速离去。这些时日，长欢费尽心力查阅无数古医书，终于找到百媚之骨的相克药材。楚大夫，您不知道他这几日排出来许多密密麻麻的虫子，看得我和他娘几日都没吃下饭。他这几日都按照您给的药膳调理身体，也慢慢有了胃口。对了，他最近晚上睡觉也不磨牙了，胸腹也不怎么痛了，只是还有些咳血。您看接下来需要怎么治疗？寄生虫基本上已经排尽，我再帮他开5日的药，主要是帮他消除并发症，治疗胸腹痛及咳血的症状。这几日的药喝完，你按我给的药膳方子，让他继续吃上半个月，半个月后便可以慢慢食补了。今日我要帮他扎针治疗，需要连续扎针3日，明日后日的这个时候，麻烦您再带他过来扎针。好的，太感谢楚大夫了，您真是小儿的救命人。水庄主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您付了诊费的，真的不用这么客气。窗外清风徐徐而来。青虫大人，恭喜您，蛊毒已经顺利排出，稍后我帮您取针。楚神医，主人体内的蛊毒真的都被排出来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发作了。蛊毒都排出来，就算没有排出来，也被药给药死了。青虫大人以后再也不用遭受蛊毒之痛，一定要注意，这段时间不能熬夜受凉，不能吃生冷食物。好的，我会记住的。楚神医，谢谢你。小野猫，谢谢你。青虫大人不必客气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收了你的银子，自然会好好帮你治病。这几日记得将余下的银子结清一下。等会儿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后续身体若还有不适，记得找我复查。小野猫，剩下的银子，本尊待会儿就让霓裳拿给你。你能留下陪陪我吗？本尊想了解一下后续的注意事项，顺便了解一下蛊毒的后遗症。还有，本尊现在很难受，担心你离开后昏迷不醒。楚神医，这是剩下的30万两银票，麻烦你回去的时候带走。欢欢姐，你就是我心中的财神爷呀，我真是喜欢死你了。以后让我嫁给你吧，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肯定幸福死了。哼，你要嫁给他，本王怎么办？要嫁也是嫁本王，你嘛，靠边站。就你，配得上我欢欢姐吗？也不撒泡尿，照着自己什么德行？好像你配得上他似的。
长得跟癞蛤蟆精似的，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花孔雀，你嘴真欠，我嫁不出去也不会嫁给你。就算你想嫁给本王，本王还不娶呢，大夜里看着会做噩梦。花孔雀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才是花孔雀呢，你全家都是花孔雀。四儿回来了，今日国子监为何下学这么早啊？我们还未用午膳，你们正好一起吃。姐姐，夫子生病了，所以今天提前下学，我们已经用过午膳了。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夫子叫什么来着？对，苏思远。他现在还为难你吗？苏夫子后来不知去了何处，现在教我的是林默生，林夫子。林夫子为人怎么样啊？对你们严厉吗？林夫子人不错，非常有才学。他还说，听闻姐姐你是神医才女，改日想登门拜访你呢。姐姐最近有点忙，等有空再说吧。楚姑娘，昭华公主送来请帖，下个月请您去参加春日宴。我正想着如何推销香皂呢，这不就来了机会。于大哥，你知道这春日宴是个什么样的宴会吗？小欢欢，春日宴乃是长公主每年4月15日以皇家名义举行的宴会。至于宴会内容嘛，不外乎唱唱歌、跳跳舞、吟诗作对、斗才艺，整个宴会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公布于众。比如上次和你斗诗的第一才女慕容婉晴，就是在某次春日宴上出名的。据说她那次还和4大家族之一的赵公子闹掰了，说是看上了一个穷小子。啥？慕容婉晴？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。另外，4大家族又是哪4大家族？4大家族自然是我们完颜家、沈兰州所在的沈家，慕容婉晴所在的慕容家，另外就是赵家。他的娃娃亲对象就是赵家的4公子赵四，但是赵四腿有点残疾，听说他看中了一个穷小子，回去后啊，便闹着和赵四退婚呢。他爹死活不同意，还将他关了1个月没让他出门，闹得长安城人尽皆知。春日宴除了长公主参加，还有别的皇家人参加吗？自然是有的，有时候太后或者江贵妃也会出来，和大家见见面、聊聊天，凑凑热闹。但这种情况是极少的。本王跟你说啊，本王每年都被邀请去，不但能看美女吃美食，还能展示一下本王高超的射艺。本王每年的射艺都能拿第一，嘿嘿。王妈卖瓜，自卖自夸，瞧你那德行。你懂什么？你要不服，下次和本王比试比试射艺。哼，就怕你呀，连资格都没有。比就比，我怕你。那行啊，输了趴在地上学狗叫。完颜查查上下打量着长欢。我说小欢欢，你真的打算过去凑热闹？难道你想抛弃叶王，想相个如意郎君？你相别人干嘛呀？你直接相本王不就行了？本王今年18，尚未婚娶，玉树临风，帅气逼人。本王就怕你呀，自惭形秽，担心配不上本王。不过呢，本王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滚！早晨，小姐，不好了，长生医馆出事了。长生医馆能出什么事啊？也就看了那么2个病人，就算他们想搞事情也搞不出来啊。小姐，是真的出事了，一大早医馆门口躺了个死人，还围了好多人，人们议论纷纷，说是长生医馆治死了人，还有人去报了官，连衙门的人都来了。于神医和几个老大夫也过来了，后来玄霄王爷路过此处也来了，大家要求长生医馆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否则就让长生医馆关门大吉，还要让衙门治你的罪。官爷，本神医检查过了，此人胸口扎了不少银针，纵观整个长安城，只有长生医馆的楚大夫有银针术，别的医馆都没有，所以本神医觉得此事和长生医馆脱不了干系。顾长欢，你可知罪？你杀了人，现在跟我们去一趟衙门领罪吧。你这乃是故意杀人罪啊，
结果不是被砍头，就是被绞死或者杖毙。这位大人，你只凭尸体胸口的几根银针，便断定这个人是我杀的。请问大人，那银针是不是我的？这人的死亡时间是何时？其真正的死亡原因是什么？若有人栽赃陷害于我，请问那个人要不要送官问责？这人明明躺在你长生医馆门口，且胸口扎着银针，整个长安城除了你长生医馆用银针治病，哪儿还有别的医馆用银针治病啊？这银针不是你的，难道还是别人的不成？楚长欢，你草菅人命，故意杀人，这人明明就是你杀死的。哼，本王觉得于神医所言甚是，不要说整个长安城了，哪怕整个神州大陆，也没有人用银针为病人治病的。治死了就是治死了，还要强词夺理。依本王看，直接将杀人者送入衙门查办，该杀的杀，该杖毙的杖毙，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？这位大人，我刚才问的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呢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将我带走，您觉得合适吗？这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您若是抓错了人，您觉得百姓能答应你吗？燕王又能答应你吗？本官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他是被你用针扎死的，那难道你还想狡辩不成？敢问大人，这人是何时死在长安医馆门口的？哼，但这尸体是今日卯时被人发现在你医馆门口的，此时昨夜亥时是今日卯时死在这里的。大人，您知不知道我为人看病整计是5万两银子起步？你狼心狗肺，漫天要价儿，你这点破事儿谁不知晓？真是掉进钱眼里了，连丝毫的医德都没有。什么救死扶伤，心怀天下，你连满身铜锈味的商贩都不如，真是丢我等大夫的脸。那就是说，我收费以5万两白银起步之事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敢问于神医，你有医德，你高尚，你救死扶伤，心怀天下，你免费救治过多少病人，又为百姓做过多少善事？咱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，敢问这位官差大人，地上的这具尸体衣着打扮如何？可是富贵之人，您觉得他有5万两银子吗？自然是穷苦之人。这就是了。您觉得他是能够付得起5万两银子的人吗？估计他连买个包子的钱都没有吧。您觉得我会为这种没有银子的人治病吗？长欢瞅了于神医一眼，蹲下身翻了翻死尸的衣衫，从他胸口抽出几根绣花针来。楚长欢，这可是物证，你不能乱动。于神医，你诬陷人是我杀的，不会连他是怎么被杀的都不让我知道吧？那我岂不是被你白白冤枉了？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我何时冤枉过你？你休要血口喷人。哦，你没有诬陷我，为何狗急跳墙呢？搞得我还以为这个人是你杀后想要栽赃陷害我呢。难道我猜测的都是对的？大家请看，这乞丐身上扎的针可是女子用的绣花针。可不是女子用的绣花针吗？大家请看，我为人治病的银针乃是绣花针的3倍长，只有绣花针的1半粗细。你们觉得这绣花针会是我扎的吗？众人连连摇头。这人不是被绣花针扎死的，绣花针只是做做样子罢了。他不是被绣花针扎死的，还能是怎么死的？真是笑话。脸部肿胀扭曲变形，死时承受了极大的痛苦，皮肤颜色呈浓茶色，一看便是身中剧毒，嘴里残留着白色泡沫及毒药的气味，颜色为褐色，闻起来像是断肠草的气味。综合以上分析，这个人是被毒死的，而不是被绣花针扎死的。他的肠子定已变黑且粘连在一起，他是被人灌入断肠草后剧烈腹痛导致呼吸衰竭而死的。官爷若是不信，可以切开他的腹部看看，是不是我说的那样？哪个泼皮无赖在长生医馆门前闹事啊？是不是嫉妒长生医馆，便捡了个死尸来栽赃陷害？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们这些下三滥的把戏，这种事儿本王见的也多了。本王今日非揪出幕后黑手不可。华王，
老实交代，这事儿是不是你指使人干的？这事儿和本王有什么关系啊？本王路过此处，看见有人围观，便过来凑个热闹而已。难道这些看热闹的人都有问题？完颜查查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如何证明不是你干的？就算不是你干的，这事儿也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。你不是也过来了？难道这事儿也和你脱不了干系？怎么回事？有人用死尸陷害长生医馆？卑职听说这里发生了命案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听说此人被楚长欢给治死了，卑职正在了解情况。完颜小王爷，沈大哥，你们来了。这事真不是我干的，此人身上扎的绣花针不是我为病人治病的银针，况且此人并非被针扎死的，而是被人用断肠草毒死的。哼，于神医口口声声说这个人是我致死的，让官爷将我送官查办。他既然如此肯定此人的死定是和他脱不了干系，先被他毒死，再放在长生医馆门口栽赃陷害于我，否则他不会跳得那么欢。沈大人不妨将他带回衙门严加拷问，定会问出结果。楚长欢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老夫只是正常怀疑。我也是正常怀疑，谁让你处心积虑的总想害我的？你是那个跳得最欢的人，当然第一个便要怀疑你了。楚长欢，你休要胡说八道。这人的死和老夫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老夫不过看他可怜，过来主持公道罢了。若是没老夫什么事儿，老夫先走了。老神棍，干完坏事就想走，门儿都没有。先去衙门走一趟，将你杀人陷害楚长欢的经过讲一遍再说。放开老夫，这人不是老夫杀的。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一定要交给官府好好查办，不能污蔑一个好人，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。谁想设计陷害长欢，便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将于神医带去衙门审问，不得有半点闪失。你在衙门做事，理应有理有据，以理服人。人云亦云，要你们这些饭桶何用？若有下次，本官一定饶不了你。官威一急压死人，只好让人拉着尸体锁着于神医，灰溜溜的离去。楚大夫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这些人真是卑鄙下流无耻，整出这种下三滥之事来，恶心小欢欢。至于神棍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沈兄，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受到严惩。他一定是眼红长生医馆的生意太好了。感谢二位前来两肋插刀，长欢感激不尽，请进去喝杯茶再走。沈大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傅姑娘了，听说她最近身体很不好，不会有事吧？沈大哥，其实她身体已经没事了，前段时间她请我去帮她治病，我已经帮她治好救急，你不用再担心了。真的吗？她真的大好了？当然是真的，我怎么会骗你？她那个病拖了很多年，我给她扎针治好了，以后你都不用再担心她了，她活得好好的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楚大夫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沈大哥，你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收了她的银子，为她治病也是应该的，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的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她现在没事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沈大哥，你这样对她牵肠挂肚，为她付出那么多，她知道吗？你对她一点都不了解，她也从未主动和你联系过。你把她想象的那么美好，万一她不是你想象的样子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？如果她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比如她看上去是个绝世美女，万一有一天你却发现她根本就不是女人，而是个男人，你还会喜欢她吗？楚大夫，我自从对她惊鸿一瞥，便感觉自己像被雷劈了一样，满心满眼都是她的倩影，再也难以忘怀。我不会因她
是子阳奴族出身低贱，便瞧低了他。他小时候一定受过很多苦，否则身体不会这么差。沈兄，我听说本朝律法规定，大荣国官员不能娶子阳奴族女子为妻，否则便不得进朝为官。你若真娶了她，万一你爹将你逐出家门，会让你丢了乌纱帽，你会不会后悔莫及？只要能娶她为妻，哪怕被逐出家门，哪怕丢了这乌纱帽，哪怕万劫不复，我也心甘情愿，永不言悔。傍晚时分，你看上去活蹦乱跳，精神抖擞，比我还精神，哪像生病的样子？饭我就不吃了，帮你看完我就走。小野猫，本尊为了感谢你，请你用顿饭而已，你不会如此胆小，连饭都不敢吃吧？原来传说中的楚神医胆子竟然比老鼠还小，真是令本尊大失所望。还是说你觉得本尊是个卑鄙小人，会趁机暗算于你？难道本尊在你心目中竟如此不堪？长欢嘴角抽了抽，不再矫情，坐下来拿起筷子就开吃。小野猫，你吃饭的样子真可爱，本尊甚是喜欢。抱歉啊，您的喜好我可担当不起。你今天火气怎么这般大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。小野猫，你对本尊真好，还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本尊这么好过。万一本尊喜欢上你了怎么办呢？我呢，是先收银子后治病，要是你没银子，我便不可能为你治病。所以你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你的银子，因为是银子救了你的命。你从何处知道这么多乱七八糟歪道理的？小野猫，本尊要离开长安城一段时间，你会不会想本尊呢？不管你会不会想本尊，本尊都会想你的。想你个大头鬼，想你怎么威胁我，欺负我弟弟吗？滚得越远越好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，我可不想看到你。小野猫，要不要考虑嫁给本尊啊？本尊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你要银子，本尊给你；你要这天下，本尊便捧到你面前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怕死，还想多活几年。若是哪天我们成为敌人，你会不会杀了本尊？我们又不存在利益冲突，怎会成为敌人？再说，我对打打杀杀没兴趣，时候不早了，就此别过。明日本尊便要离开长安城了，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本尊说的吗？我们之间只是大夫和病人的关系，我帮你治完病，关系随之结束。再见，我先回去了。死尸事件后的次日，长欢收到东方玄烨让人捎给他的信。禀告叶王妃，叶王说信件乃他亲手所写，东西也由他亲自为您挑选，您若不喜欢，便写信告诉他，他再帮您挑些别的东西。过2日，卑职还要回边城，王妃若有东西捎给王爷，可转交卑职带给他。如此便麻烦大人了，等我准备好后，便让人拿给您。边城那边情况如何？奴族暴乱到底有没有被压制下来？王爷诸事可还顺利？禀告王妃，王爷过去之后，花了数日时间才将奴族暴乱压制下来，如今情况已有所好转，您不必担心。送信将士匆匆忙忙离去。欢欢，这边诸事平安，一切顺利。待本王处理完边城之事，便回来见你。若有事，可去找沈兰舟或者完颜查查帮忙，照顾好自己，吃好睡好，切勿太累。等本王回来，勿念。我的天呀！你们看这是啥？叶王一个大男人，竟亲自去给欢欢买肚兜，还买了这么花里胡哨的肚兜。叶王也太贴心了吧！真是笑死我了。长欢看到花哨的肚兜，不由大窘，一把抢过来藏好。欢欢，叶王对你可真好，
又是写信，又是买吃的，就是买穿的，就是买金银首饰，恨不得把自己送回来给你，太让人羡慕了。要不等他回来，你俩就把婚事给办了，免得夜长梦多，我把你抢走了。叶王对欢欢真的很贴心，我也同意欢欢和叶王赶紧将婚事给办了。不过小星星，等你治好伤疤，也让欢欢帮你找一位如意郎君如何啊？免得你老是打欢欢主意，万一哪天惹恼叶王被他剁了，就麻烦了。小星星半张脸和脑袋上还缠着绷带，伤疤还未治好呢。欢欢，你不要叶王了，要我好不好？我很乖很听话的。我可不敢耽误你，我怕被未来妹夫打得半身不遂。人家哪里要嫁人了？什么妹夫不妹夫的，羞死人了。哎呀，女大不中留，你们以后都是要嫁人的，到时候你们幸福甜蜜，我想让你们陪啊，你们都没时间来陪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不离不弃，相互扶持，越来越幸福。接下来，长欢如同打了鸡血般，疯狂地为东方玄烨准备捎过去的东西。长欢将吃的东西准备好，又躲进房间写了一封信。这边一切安好，你在边城一定要保重身体，注意安全。你不在，我挺想你的，虽然担心你，却帮不上你什么忙。谢谢你为了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很喜欢，我也为你准备了，等你早日平安归来，勿念。几日后，边城城府。王爷，如今奴族暴乱也被平定下来，那些领头之人也已绳之以法，斩首示众。边城的一切事宜也都已正常开展，铁矿也都重新开采，那些受了惊吓的百姓也得到了安抚。只是陆城那边似乎有些异动，不知卑职要不要派人过去看看。你派人去陆城看看，那边是怎么回事？戍守陆城的将领为何没有动静？陆城离这边太近，本王担心会受到这边影响。此事你需尽快前去查看，有问题来向本王禀报。是，卑职明白。静婷啊，等这边诸事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本王便回长安城。本王会向皇上禀告，让你来做这边城首相。奴族管理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，你切莫像武建一般，对他们太过残暴，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刘敬亭领命离去后，末将拜见王爷。启禀王爷，这是王妃让卑职捎给您的东西。于大人说，王妃为了给您准备这些东西，忙活了好几日。他又从怀里掏出2封信，一封是王妃写给您的，一封是于大人写给您的。东方玄烨急忙拿起长欢的信，展开信，纸上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熟悉的甜香。读着读着，俊脸上露出愉悦会心的笑容，两人的感情在相互来往的信件中逐渐升温。哥哥，这不是叶哥哥的宅子吗？我们小时候多次来玩过的，这里何时变成楚长欢的医馆了？是不是他把叶哥哥的房子骗走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算账，让他将房子还给叶哥哥。仙儿，长生医馆乃叶哥和长欢共同出资所开，叶哥也投入了银子的，这房子估计是叶哥租给长欢开医馆用的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叶哥的事情他自己会做主，我们外人不必多管闲事。我们是他的亲人，可不是他的外人。听说长生医馆开张那日，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。你当时过来，为何不喊我一起啊？仙儿，不是哥哥不告诉你，而是那日人山人海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，我担心你过来会出事。哥哥，你骗人，你一定是故意不叫我的。哼！他们刚刚走进楚府的2道门。抱歉抱歉，在下不是故意的。他仔细看了对方一眼。你不是医馆开张那日抱着弟弟前来救治的姑娘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
难道你弟弟身体还未好？纳兰琉璃见过沈公子，小女子现在在长安医馆帮工，弟弟也已大好，入了国子监学习，感谢沈公子关心。不客气，楚大夫人美心善，留你在此帮工，甚好甚好。楚大夫人呢？他在家吗？最近可有病人找他治病？楚大夫在配制草药，您过去找他便是。前几日有病人找过他治病，不过已经治好了。小女子这边去忙，沈公子您请便。哥哥，你到底走不走？和一个下人浪费时间干什么？仙儿，她不是下人，她是纳兰家的嫡女，也曾是大家闺秀。她父亲以前是朝廷官员，后来因一些事受到牵连入狱，而吊死在狱中。听说他被后娘虐待，带着弟弟搬出来令国，乃是个有骨气之人。哥哥，你和我讲这些做什么？这些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可要走了。楚长欢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问你。仙儿，你能不能不要太过分呢？有什么事儿，等叶哥回来说不行吗？你若是不想待在这里，我马上送你回去好了。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？你是谁呀？你想问欢欢什么？本小姐问楚长欢，关你一个乞丐什么事？你给本小姐靠边站！沈仙儿，你说话客气点，她是我妹妹，可不是什么乞丐。楚长欢，我只问你一件事。楚大夫，对不起啊，仙儿被我惯坏了。仙儿，你够了，赶紧出去，有事等叶哥回来再说。仙儿姐姐，你有什么事就说吧。楚长欢，你为何会住进叶哥哥的宅子？你老实交代，这宅子是不是你从叶哥哥那里骗来的？你做人怎能如此厚颜无耻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东方玄烨的宅子？哼，要不然呢？难道是你的宅子？这宅子是当年我姑姑出嫁时，沈家给她的陪嫁，目前价值1000万两白银。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，骗走叶哥哥的宅子？你若不老实交代，我绝不饶你。仙儿，你够了，赶紧随我离开，别再胡闹了。就算叶哥将宅子送给他，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需要你多管闲事瞎操心吗？沈仙儿还在说什么，长欢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。沈仙儿何时被沈兰舟拽走的，他也不知道。东方玄烨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能这么傻？谁是楚长欢？跟本官去一趟衙门，有人指控你杀人。我就是楚长欢，你们私闯民宅，所谓何事？什么合谋杀人？楚长欢，我等乃是府衙捕快，按照府衙规定行事。有人指控你杀了人，赶紧跟我们走一趟。有什么问题，到了府衙再说。长生医馆我们先封了，等事情搞清楚才能开张。李捕头，楚府乃是叶王妃的住所，你们无凭无据，这样随便闯入抓人合适吗？若是叶王妃有个闪失，叶王怪罪下来，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于大人，有人指控楚长欢杀了人，在下只是例行公事，请他前去问询一番，不会刻意刁难。问清楚没事了，自然会放他回来。还请于大人不要为难在下办差。哈，李捕头，光凭你一句话便将叶王妃带走，在下认为实在不妥。你口口声声说叶王妃杀了人，请问你有何证据？李捕快立刻掏出2张供词，打开来展示给众人看。于神医状告楚长欢用乞丐试验草药，从而导致乞丐死亡。这张便是于神医画押的供词。这张乃是张三的供词，张三就是前去灌药的证人。张三手中有试验剩下的草药，我们已经验过，与死去乞丐腹中残留的草药一模一样。楚长欢，赶紧随我们走一趟吧。
我们也只是办差的，请你不要为难我们。有什么事，去了衙门再说。